当你吃下那一罐沙丁鱼时，你大概以为自己只是随便凑合一顿，或者为健康添点营养，但真实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极端得多。它可能在悄悄延长你的寿命，也可能在暗中侵蚀你的身体。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就像一次低调的赌博，成败之间全靠你知道多少背后的真相。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全球每年有数以亿计的罐头被打开，沙丁鱼几乎是超市货架上最不起眼、最便宜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何营养学界会对它争论不休？一些顶尖研究者称，它是被低估的超级食物，是最平价的心脏和大脑守护者。而另一些专家却警告，它可能藏着慢性毒素，长期吃甚至比加工零食更危险。真正震撼的是，健康与伤害之间的界限不在鱼身上，而在你是否知道99%消费者完全忽视的那部分知识。不妨从一个冷冰冰的数据说起。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库，每100克沙丁鱼含有超过每日所需370%的维生素 D， 接近一半的 Omega-3 脂肪酸需求，以及足够让一个成年人补上1/3钙缺口的骨骼营养。这意味着一罐小小的鱼比大多数人整周的饮食加起来还能给你的心血管带来更多保护。听起来是不是像天然的药？然而故事并不会这么简单。科学界最新的突破性研究指出，沙丁鱼的 Omega-3 并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与维生素 D、钙、蛋白质等营养素产生协同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单纯吃鱼油胶囊未必能复制出沙丁鱼的完整效果。比如有一项临床试验追踪2型糖尿病患者，让他们每周吃200克沙丁鱼，连续1年，结果他们的 Omega-3 指数整体上升，从心脏病高风险水平转变为更安全的区间。换句话说，一种廉价的罐头食品竟然在心脏保护效果上超越了很多高价保健品，而这并非个案。另一组研究让参与者每周5天吃100克沙丁鱼，坚持半年，他们的 Omega-3 指数提升了 2%， 同样跨过了心脏病死亡率的关键门槛。这些数据说明，沙丁鱼并不是传说，而是实打实的科学结果。但你可能要问，是不是只要猛吃沙丁鱼就能心脏无忧？答案依旧复杂。Omega-3 的确能显著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但与此同时，如果罐头里的钠含量过高，情况就会完全反转。钠会让身体流失钙，加速骨质疏松，还会提高血压。也就是说，你吃沙丁鱼是为了心脏，却可能因为盐分过量，把心脏推向另一种危险。更吊诡的是，沙丁鱼并不只是心脏的盟友，它对骨骼和大脑的影响同样惊人。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罐装沙丁鱼里你会连着鱼骨鱼皮一并吃下，而这正是最天然最容易吸收的钙来源。单次食用即可补充约350毫克钙，相当于成年人每日所需的1/3，配合其中高含量的维生素 D， 钙的吸收率被大幅提升。这就是为什么有专家说沙丁鱼甚至比钙片更划算。再说大脑 Omega-3， 尤其是 DHA 对神经系统的作用毋庸置疑，孕妇若饮食中缺乏，婴儿大脑可能发育迟缓。而对于成年人，研究发现长期食用沙丁鱼这类富含 Omega-3 的鱼类能增加大脑灰质含量，灰质多意味着认知功能更强，记忆力、学习力更好。更让人意外的是，部分心理学研究显示，吃沙丁鱼与焦虑、抑郁风险下降存在显著相关。这并非玄学，而是因为 Omega-3 会影响炎症反应和激素调节，而这些机制与情绪息息相关。换句话说，一罐罐便宜的沙丁鱼可能就是天然的情绪稳定剂。然而，真相在这里急转直下。如果说前面都是光明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就是黑暗的另一面。不同产地的沙丁鱼营养可能一样，但污染风险天差地别。科学家在阿尔及利亚海岸的调查发现，70份沙丁鱼样本里，汞和铅的平均浓度分别超标。这并非孤立事件，地中海、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等地的沙丁鱼也被检测出重金属含量惊人。研究甚至显示，某些品牌的罐头汞含量比标准高出1倍以上。要知道，汞没有所谓的安全阈值，哪怕是微量，也可能累积在体内，最终损害神经系统和肾脏。所以，为什么有人吃沙丁鱼
越吃越健康，有人却悄悄埋下慢性病的种子，关键就在来源与选择。科学家指出，小型鱼类理论上比大型掠食鱼，比如金枪鱼、剑鱼安全，因为食物链位置低，累积的毒素少。但如果捕捞海域污染严重，沙丁鱼同样难以幸免。更现实的问题是，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品牌，包装上几乎没人会告诉你捕捞点，更不会标注重金属检测结果，消费者完全是盲买。于是，这场原本对健康有益的饮食，很可能悄悄变成另一种健康负担。可别以为风险只来自重金属，还有一个几乎无人关注的陷阱，钠。很多罐装沙丁鱼每100克含盐量超过300毫克，部分品牌甚至逼近600毫克。换算下来，如果你吃下1罐，就等于把半天的限盐指标吃光。更严重的是，高钠会让身体把钙排掉，骨骼健康直接受损，等于你为了补钙而吃沙丁鱼，却因钠流失了更多钙，形成恶性循环。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真正让人心惊的是质量控制的差异。有研究调查巴西市场的多款罐装沙丁鱼，结果显示几乎所有样本的重金属含量都不合格。研究人员直言，长期食用对公众健康并不安全。那么问题来了，你到底该如何判断眼前这罐沙丁鱼是救世的药还是隐形的毒？要判断一罐沙丁鱼是药还是毒，第一步是看来源。科学家提醒过，沙丁鱼的生命周期短，本来不容易累积大量毒素，但如果它们来自人口密集、工业废水直排的海域，情况就完全不同。举个例子，研究团队检测过摩洛哥和地中海3个区域的沙丁鱼，有些区域的样本几乎没什么问题，金属含量低于标准线，但另一些区域，同样的鱼种却检出高浓度的汞和铅。差别来自环境，而不是鱼本身。这意味着买沙丁鱼时，最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产地和品牌的透明度。可惜大多数人根本没注意过标签，甚至不知道罐头上产地摩洛哥和产地葡萄牙背后风险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些坚持写明捕捞区域、公开可持续渔业认证的品牌，往往更值得信赖，因为他们知道消费者最怕的不是贵，而是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再来是加工方式，你有没有留意过？有些罐头是盐水浸泡，有些是橄榄油浸泡，还有些是番茄酱沙丁鱼。看似只是口味区别，背后却有巨大差异。盐水浸泡通常钠含量最高，一不留神就超标，而橄榄油浸泡则额外提供了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心脏健康。至于番茄酱，很多品牌为了调味加了大量糖和盐，看似健康，实际可能是双重负担。所以聪明的选择是尽量选橄榄油浸泡或低钠标注的版本。那么吃多少才算刚刚好？心脏协会的建议很明确，每周2次，每次约85到100克脂肪鱼，也就是1小罐沙丁鱼的分量。超过这个量，并不会额外提升心脏保护效果，反而增加重金属和钠的风险。换句话说，吃少了没效果，吃多了可能伤身，只有在适量范围内才能发挥它的价值。这里有一个很容易忽略的细节，频率比总量更重要。比如你一口气吃掉3罐，然后半个月不再碰沙丁鱼，这种暴食型补充对身体的益处远不如分散在1周内规律食用。营养物质需要持续供应，而不是一次性堆满。科学研究发现，那些长期维持规律鱼类摄入的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幅度最大。如果你是孕妇、计划怀孕的女性，或是孩子的父母，情况又不同了。美国和欧洲的膳食指南特别强调，这类人群要避免过多接触汞。沙丁鱼本身汞含量比金枪鱼低得多，但如果你每周5天都吃，累计风险依然不可忽视。所以医生建议是保持1周2次的频率，不要贪多。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沙丁鱼有风险，那是不是干脆不吃了？其实恰恰相反，风险是存在的，但关键在于掌握平衡。和金枪鱼、剑鱼这种体型大的掠食鱼相比，沙丁鱼依然是最安全的选择之一。它体型小，食物链位置低，寿命短，不容易积累过量毒素。正因如此，全球多个健康组织仍然推荐它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真正的问题不是吃还是不吃，而是吃哪一种、吃多少、多久吃一次。更有意思的是，沙丁鱼的健康效果远不止心脏、大脑和骨骼。科学家发现，
它在新陈代谢方面也可能有惊喜。比如一项研究让受试者每天摄入沙丁鱼油，结果显示他们的胰岛素敏感性改善了。这意味着对2型糖尿病风险人群来说，沙丁鱼可能是天然的血糖调节器。这类效果放在保健品广告里往往会被夸大，但科学数据确实存在。然而，和所有食物一样，沙丁鱼也有隐藏的副作用，它含有嘌呤，分解后会生成尿酸。对于痛风或有肾结石倾向的人来说，吃太多沙丁鱼可能会加重病情。这就是为什么医生会提醒痛风患者要限制高嘌呤食物，而沙丁鱼正是其中之一。到这里，你会发现沙丁鱼的真相远比表面复杂，它可能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健康食物，它也可能因为产地污染、过量钠嘌呤风险而成为慢性负担。它既是便宜的超级补品，也可能是误导消费者的陷阱。所以，真正聪明的选择不是盲目跟风，而是学会在健康与风险之间找到平衡。但话说回来，你可能心里还在打鼓，既然市面上的罐头差异这么大，消费者又没办法亲自去检测重金属，那普通人到底该如何挑选？答案其实比你想象的要现实。品牌，有的厂商真的在乎口碑，他们会主动进行第三方检测，甚至在官网公布结果。而有的厂商只管价格低廉，从不公开任何数据。差别在哪里？就在于当你吃下一罐时，你是把健康交给了科学，还是交给了运气？真正懂得吃沙丁鱼的人都知道一个铁律，宁可少吃也要挑对。因为在营养与风险之间，决定性的不是鱼本身，而是背后那个品牌的选择。比如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一些知名品牌会严格标注可持续渔业认证 MSC 标志，甚至写明捕捞海域。这种信息透明的罐头价格往往比普通产品高出2-3成，但却是你能用最简单方式买到的保险。原因很直接，他们有动力去维持检测标准，否则品牌信誉会毁于一旦。相反，便宜到极致的无名牌沙丁鱼往往就是重金属和高钠风险的温床。换句话说，你每省下的1块钱，可能将来要用10倍的医疗费用买单。再来看烹饪方式，很多人觉得罐头直接打开就吃最方便，但科学家提醒，你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搭配让风险降低，效果倍增。比如把橄榄油浸泡的沙丁鱼搭配蔬菜沙拉，不仅能稀释钠的负担，还能利用蔬菜中的抗氧化物质，帮助抵消潜在的重金属伤害。如果是盐水浸泡的版本，可以在开罐后先冲一下水，再烹饪，这样能减少部分钠含量。别小看这个步骤，它可能就是心血管健康与高血压之间的临界点。在地中海饮食传统中，沙丁鱼常常被烤制或炖煮，而不是单纯罐头。葡萄牙人把沙丁鱼视为夏日烧烤的核心，每年6月圣安东尼奥节，全城的人都会在街上烤沙丁鱼。研究显示，这种吃法不仅保留了 Omega-3， 还减少了额外盐分的负担。相比之下，很多亚洲国家消费者长期依赖罐头版本，虽然方便，却更容易陷入高钠陷阱。从经济角度看，沙丁鱼的确是平价超级食物，你花几块钱就能得到昂贵保健品难以复制的营养组合 Omega-3、维生素 D、钙、蛋白质。但从健康账单的角度，它也可能是昂贵的陷阱。如果你长期依赖劣质罐头、重金属和高钠的慢性伤害，最终会转化为医院里一张张高额的费用单。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沙丁鱼是一场关于知识的赌博，懂的人把它当作心脏和骨骼的保护伞，不懂的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加速衰老。那么最后我们该如何做出选择？这里有3个核心行动。第一，认清产地，优先选择有标注产地、捕捞区的品牌，尤其是大西洋和葡萄牙产的沙丁鱼，重金属风险相对较低，尽量避开来源模糊、无认证的罐头。第二，注意频率，保持在每周2次，每次1罐左右，不要因为便宜就天天吃，更不要一次性囤积过量，规律适量才是发挥功效的关键。第三，改良搭配，搭配蔬菜、全谷物，避免额外高盐食物，能最大限度放大沙丁鱼的益处，减少副作用。尤其是中老年人，更要关注钠的摄入，必要时选择低钠标签的版本。有人说，健康饮食就是一个不断做减法和加法的过程，你要学会在危险里减法，在益处里加法。
沙丁鱼正好是一个典型案例，如果盲目跟风，它可能让你付出代价；如果用对方法，它就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便宜的护身符。未来营养学的趋势，也许就是回归这种朴素但精准的饮食方式。你不需要昂贵的补剂，也不需要复杂的饮食计划，只要懂得利用像沙丁鱼这样的天然食物，就能获得超出想象的回报。不过，请永远记住一个残酷的事实：食品产业不会主动告诉你风险，因为对他们来说，销量才是第一目标。真正能保护你的，只有知识。你知道得越多，花的钱越少，赚到的健康越多。所以，下次当你走进超市，看到货架上那一排排不起眼的沙丁鱼罐头，请停顿3秒，想一想，你到底在买一份廉价的营养，还是在签下一份慢性的健康账单？答案完全取决于你手上的选择。